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有个白月光，我用整个学生时代去暗恋他。今天是他的婚礼，我应邀参加。美如，要我说你都不该叫程浩，他那个穷酸样多丢人。同学一场，你这话说的可够难听的。我站在门口听着，突然手机来了一条信息：程总，您到了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没有理会这条信息，敲响了化妆间的门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我刚进门，就听到冯慧那尖酸刻薄的声音。原来是程浩啊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这地方不好找吧？庄园都是这样的。他的话引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淡淡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。这个女人从学生时代就是尖酸刻薄，没少奚落我。慧慧，别这么说，今天我结婚，程浩来了就是好事。薛美如的声音响起，还如以往一样温婉动听。我的目光不由得柔和下来。她是我心中永远像玫瑰一样艳丽芬芳的女孩子。程浩，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这里确实不好找。你是怎么来的？她一身洁白的婚纱，头发高高挽起，戴着皇冠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心里热热的。果然她还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关心我。我是开，没等我说话，冯慧就捂着嘴笑了。还能是怎么来的？能打车来都是我们高看她了。周围的人哄堂大笑，就连薛美如脸上也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。她的所有表情都被我尽收眼底。就因为这样，我那颗火热的心渐渐冷了下去。程浩，你这件西装是什么牌子的？看着就不便宜，都是老同学，你没必要这样的。薛美如眉头微蹙，好像很不赞成我穿这么贵的衣服。等婚礼结束，你从哪租的就还回去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种西装稍微皱一点就不能穿了，当心店家让你赔钱。他一字一句好像都是为了我着想，可是他隐藏的意思却也很清楚。所有人都默认我绝对穿不起这么昂贵的西装，却还要在薛美如的婚礼上装逼。门再次打开，是另一个高中同学。这个男的我们以前还打过架。咦，这不是程浩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他突然笑起来，引得所有人纷纷不加掩饰地跟着大笑。我就说这个乡巴佬一定会来吧，快快快，给钱给钱！他们竟然在打赌，就是赌我会不会来。真是的，谁知道他真来了，我们都以为他连地方都找不到呢。我亲眼看到薛美如也给了他200块，这一幕让我清楚明白地知道，我不过是他们的消遣，就像上学的时候一样。整个高中是我人生最灰暗的3年。我从小没有爸爸，我妈在我小学的时候丢下我跑了，我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在我初中和高中的时候，他们也去世了。从此，我成了没有亲人的野孩子，靠着政府的救济和贫困生的补贴才勉强活下去。几乎所有的同学见到我都会叫我乡巴佬、土包子、穷鬼。明明我已经尽量让自己穿得干干净净，可是已经洗得发白的裤子和掉底的鞋出卖了我。明明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学习，可我却舍不得买2块钱一支的圆珠笔，一直用笔芯在写作业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始终是个没爹没妈又没钱的乡巴佬。他们在背后追着叫我，嘲笑我没爹也没妈。他们会用各种恶作剧来捉弄我，看我出丑后笑成一团。喂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同学呢？就当我被他们取笑的时候，薛美如出现了。她很瘦，却坚定地挡在我身前。
你们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去告诉老师。那帮同学走了，薛美如转头看向我，对我微笑。这一幕我到现在都忘不了，她的笑容那么美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我心中的一片冰雪因为她的笑容融化了。此后，她经常出现在我身边，有时是在食堂，会给我一个鸡腿；有时是在放学的路上，会追上我给我一包干脆面。他还会在我不停地甩那支怎么都写不出字的笔芯时，递给我一支圆珠笔。即使只有一半的墨水，我仍旧视若珍宝。薛美如是我灰暗生活中的一束光，让我的前路变得明朗起来。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善意，我记到了现在。可如今，我觉得连那一点点善意都是假的。你们在打赌？我问。冯慧因为输了钱，情绪本就不高，此时更是白了我一眼。是啊，就赌你这个土包子会不会来，没想到你真来了，扫兴，害我输了200块。说完，他碰了碰薛美如，你是发起人，你都输了，白让那小子占了便宜。原来这场赌约，薛美如是发起人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都是为了看我笑话的。薛美如看我脸色不好看，立刻露出她招牌的微笑。程浩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大家伙就是开玩笑的，这很好笑吗？见我神色不悦，薛美如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。我是从来不会反驳她说的话的，这是第一次。冯慧适时地站了出来，满脸讽刺，你本身就是个笑话，你以为美如对你好是喜欢你吗？也不过是看你可怜罢了，而且这也是老师安排的，一帮一嘛。美如倒霉，摊上了你，我们就是好奇他能几天拿下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没意思，一下子就被拿下了。说完，冯慧还挺骄傲地对薛美如说，那次是我赢了哦，对不对？薛美如笑着点点头。原来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就拿我打赌了。原来我以为的一束光不过是假象，我对他们来说只是消遣。我看着薛美如的脸，这张脸依旧那么好看，曾让我迷恋，可如今仍然是这样的笑容，却让我无比恶心。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，根本不觉得她已经伤了我的心。我从未宣之于口的爱意，她清楚的知道，也正是因为知道，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自尊。我正要说话，门外又进来一个人。看见来人，薛美如的眼睛亮了一下，这是她学生时代的暧昧对象，两人的事情曾在学校轰动一时。孙然，你来了。他的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，相比之下，他对我说话的语气就显得非常做作。你的婚礼我当然要来，看到你幸福我就安心了。孙然满脸深情，此时的化妆间正上演着一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好戏。说完，孙然摘下了薛美如头上的皇冠，这个皇冠不够配你，来，戴这个。他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个更大更闪耀的皇冠，上面还镶嵌着一排红宝石。这几颗红宝石都是我从国外拍卖会上拍下来的，边上镶嵌的也都是纯正的钻石。薛美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上多了一团红晕。谢谢你，孙然，你真好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眼中满是浓情蜜意。程浩是准备出份子钱，还是带了礼物来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？他的话再次引发了所有人的哄笑。程浩能有几个钱？要真是300、500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就是这里随便一道菜都比他的份子钱多吧。孙然眼中的嘲弄都快溢出来了。他的确应该讨厌我。因为当初所有人都知道他和薛美如是一对，但是不管是老师的安排也好，他们的赌约也罢，薛美如总是和我走得很近，我碍了他的眼。孙然家里很有钱，
在国内国外都有买卖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就坐着100万奔驰上下学了。也是因为我，他接近薛美如的时间少了。对此，他不止一次明里暗里给我使坏，包括有一年期末考试，他找人把我关在了厕所里，让我直接旷考。这些我都记得。孙然，你送了这个皇冠，让新郎怎么想？究竟是你俩谁的婚礼？我的话让整个化妆间都安静了下来。孙然一脸的不屑，你管得着吗？程浩，你也配跟我说话？他向我走来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衣服，呵，货真价实的真料子。程浩，你也算是大手笔了，买了这件衣服，这一年都吃不上饭了吧？孙然的话引得众人调笑，什么买？说不定是租的，为了来撑个场面，一会儿还得还回去呢。我啪地打开他的手，拿开你的脏手，把我的衣服碰脏了。也许是没见过我这么嚣张，所有人都没有出声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凝固。没等孙然说话，薛美如反而绷不住了。程浩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孙然说的也没错，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你实在没必要这么装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虚荣了？你就算穿件贵衣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看着他的脸，他的眉毛秀气的拧成一团，在为他的年少启梦打抱不平。在薛美如的眼里，我就算穿一身金子，我依然还是那个乡巴佬。此时我的手机又响了，程总，您到了吗？我安排人去接您。手机的声音很大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。也是因为在电话中声音有些失真，薛美如没有听出来，其实电话里对我毕恭毕敬的人，正是她今天要嫁的好老公。我能从一个穷鬼变成程总，其实也挺意外的。高中毕业，我为了大学学费发愁，就算能够办贷款，可是生活费也要挣出来，打工的钱远远不够。贷款也是要有还的一天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，我买了彩票，中的不多，30万，但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我拿出一点钱跟风炒了股，剩下的钱，我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开始做电商。才入行不到1年，电商开始崛起，我赚到了第一桶金。陆续又扩大了规模，还开了自己的服装厂和服装公司。后来我开始走高定路线，并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我投的几只股票是当时很不起眼的产业，但是现在，当初投进去的钱早就翻了好多倍。如今我的身价有多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所有人加起来也比不过我。当然，这些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自从高中毕业，我就和所有人断了联系。说来也巧，孙然家里也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只不过他们家一门心思做外贸。这几年国外经济动荡，外贸不好做了。我挂断电话后，所有人都像看猴一样的看着我。程浩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能装。薛美如满脸的失望，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你为了面子，竟然找人帮你演戏，你真幼稚。孙然接过了他的话，你以为找人叫你一声程总你就真程总了？不过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，还在这吹什么牛逼？我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搭理，对薛美如说，是你老公给我打的电话。薛美如嗤笑一声，别闹了程浩，我老公是天成集团分公司的老总，他怎么可能认识你？你编也编个好一点的理由，一会儿我老公来了不认识你，你可就打脸了。众人哄堂大笑，那戏谑的眼神仿佛都在说，我们就静静地看你装逼，看你出洋相。最初她老公跟我说让我出席他的婚礼的时候，我还拒绝了。每天工作累得要死，
我没这个闲情逸致。可是当我看到请帖上的名字和照片后，我改变了主意。薛美如老公的业务能力的确不错，但是喜欢溜须拍马，我早就看不惯他，又好色。听说他总是出入一些风月场所，其实我就有想开了他的打算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再加上他的确也有些能力，本来想放他一马，但是很不幸，他没摊上个好老婆。我在心里已经默默地把他开除了，一个识人不清的家伙。我可不放心把我的分公司交给他。虽然走上前推了我一把，我说你这家伙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你何德何能可以认识天成的人？就连我家跟天成做生意都要客客气气的，你算哪根葱？他的力道很大，我一个没注意撞到了身后的椅子，我下意识地去扶，露出了手腕上百达翡丽的手表。这是一款超级复杂功能时针系列，一块价值100万。虽然看到了，瞳孔缩了缩，随即眼中嘲讽更甚。你小子做戏做得真足，竟然还买一块假表。他扬起我的手腕给其他人看，所有人都纷纷上前围着我的手表看了半天。其实他们这些人里没几个识货的，毕竟这个价位的手表是他们接触不到的。冯慧翻了个白眼，你这是哪来的地摊货，也跟着假装奢侈品。虽然开始向众人普及这是百达翡丽，如果是真的，起码得100万起步。假的吗？呵呵。他晃了晃自己手腕上的表称号，我这只手表虽然也不过几十万，但你能买得起它一个指针，我都算你牛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拿出纸巾擦了擦被他碰过的地方。我这块表是真的，你别碰，弄坏了你赔不起。孙然夸张地笑了一声，真的？你他妈知道奢侈品店的门朝哪开吗？我现在仔细瞅了瞅，你这身衣服也不是真的，顶多算是高仿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，一副看好戏的姿态。程浩，够了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薛美如站了出来，你不要以为大家是因为你穷所以看不起你，因为这是事实。穷没关系，可你不能骗人。同学们谁不知道你什么样？你拿一身假货骗人，你真是太虚伪了。就算以前同学们欺负过你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干嘛还要揪着不放呢？他的话说得真轻巧，穷就应该被欺负，穷就应该当你们的消遣，任由你们打赌玩。你们伤害了我，还想云淡风轻地说一句过去的算了？凭什么算了？我盯着他的脸，一步步往前。薛美如被我逼得连连后退，她眼中露出了惊慌和害怕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吗？我手握拳，眼睛里迸发出的恨意无法忽略。见状，孙然护在了薛美如身前。程浩，冲女人发脾气，你也算是个男人。我看着他那张欠揍的脸，真想一拳打爆他。程浩，你最好是给美如道个歉，要不今天你可不好收场了。就是，她老公是天成分公司老总，你得罪了他，估计你以后就要去要饭了。在场的人你一言我一语。薛美如重新挺起了腰板，仿佛她的老公可以为她撑腰一样。说到这，冯慧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非常狗腿地走到薛美如身边。听说天成的总裁是个钻石王老五，你见过吗？薛美如摇摇头，没有。我老公也只有在例会和年会的时候才能见到，据说他很低调，很多家媒体想采访他都采访不到呢。冯慧一脸算计的表情，要是能去天成上班就好了，我去会会那个钻石王老五。薛美如一脸的自豪，这个好办，我让我老公给你安排进去，这个还是没问题的。我实在有点恶心，
现在就有种被冯慧意淫的感觉，让我浑身不适。天成不会要你的。我的话让整个房间再一次安静下来。冯慧尖锐的声音响起：“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天成是你家的啊？”我点点头，的确是我的。空气安静了几秒，随后满屋子响起他们的笑声，震耳欲聋。哎呦我去，你可真能吹！是啊，你吹牛能不能打草稿啊？人家美如老公就在天成，你居然还敢这么说？薛美如叹了口气：“程浩，你现在问题太严重了，你骗我们，骗自己，说大话都不眨眼了。你走吧，我的婚礼不欢迎你这样的人。”他下了逐客令。现在我走了，下一秒你老公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薛美如脸涨得通红：“程浩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你骗我们，我们不跟你计较，你竟然还咒我老公！”孙然拍着他的背：“好了，美如，别生气。程浩，你竟没救了，随他说去吧。”薛美如两眼红红，仿佛受了多大委屈一样。“我知道你以前喜欢我，可这并不代表我就要喜欢你啊！你现在这么做，弄一身假衣服、假手表，弄个假身份，你以为我就会对你高看一眼吗？你错了，程浩，你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竟然声音带了哭腔：“我真不该叫你来我的婚礼，你走，赶紧给我滚！”我就静静地站在那，看着这个曾经照亮我青春的人。拿出手机，我打了个电话：“李伟，我在化妆间，你现在马上过来。”电话那边响起了毕恭毕敬的声音：“程总，我找您半天了，您怎么去化妆间了？我马上过来。”挂了电话，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。薛美如更是不可置信的连连后退：“程浩，你简直太可怕了！你居然找人去查我老公叫什么？我要报警！报警！”我比了个暂停的手势：“你打住，等他来了再说。”我对薛美如简直无语了。电话里，李伟说了那么一大长串，他竟然没听出自己老公的声音。这种人太过自以为是。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他一包干脆面就俘虏了的青少年了。所有人都对我怒目而视，仿佛我在做一件丧尽天良的事一样。可明明做错事的是他们。这些年，每当回忆起高中时期受过的那些侮辱，我都会失眠。即使我现在住在豪宅里，开着豪车，穿着高奢，但他们带给我的痛苦会跟随我一辈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追在我身后叫我穷鬼的嘴脸，也忘不了被关在厕所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的绝望。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他们曾经的玩笑和赌注会对另一个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。李伟很快出现了：“程总，您看这事儿闹的，我专门让人在门口等您，一直没看到您，实在抱歉。”他握住我的手，不停地道歉，点头哈腰的样子像极了哈巴狗。“没看见您的车，到处找不到您，您不来，我都跟司仪说了婚礼延时，真是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我冷淡地看着他，和他那一脸谄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李伟这才感觉到化妆间的气氛有些诡异，他看向薛美如：“怎么了，老婆？”说完，他又立刻反应过来什么，拉着薛美如站在我跟前：“程总，这是我妻子，美如，这是我老板。”薛美如脸色苍白，呆愣愣的说不出一句话，空气凝结成冰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“叫人啊，这是我老板。”李伟轻轻推了他一下，他一个机灵，险些站不稳。“我和尊夫人早就认识了，我们是同学。”我还是没什么表情，但把我们的关系交代得清楚。“尊夫人一定没跟你提过吧？”李伟茫然地摇头，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，
脸上笑开了花。原来您和美如是同学啊，那简直太好了。他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觉得不太好，因为刚才尊夫人说了很多让我下不来台的话。他们都说你是天成分公司的老总，很厉害。薛美如还答应了别人通过你进天成，想接近一下我。我的话刚说完，李伟脸上肉眼可见的出了一层汗。这肯定误会。我打断他，尊夫人还说了，因为我知道了你的名讳，他要报警，说我在吹牛。我抱着双臂好整以暇。李伟，你有这么厉害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李伟不停地抹着额头的汗，薛美如更是直接吓傻了。她绞尽脑汁的想解释，可是也知道解释太过苍白。你都比我这个老板厉害了，看来我天成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。李伟哆哆嗦嗦的想跟我道歉，可我已经把头转向了别处。随即他一个巴掌扇在了薛美如的脸上，不懂事儿的东西，还不快跟程总道歉！薛美如捂着发红的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竟然打我！李伟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他又不傻，天成分公司老总，只要任职满5年就可以得到天成的干股，这是他任职的第3年，快点道歉！薛美如眼中溢满了泪水，那个样子我见犹怜。程总，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这对他来说应该很屈辱吧？要向自己最看不起的人道歉。李伟继续陪着笑，我却懒得看他一眼。李伟，他的道歉我可不敢收。公司会给你一笔赔偿金，明天去人事办手续吧。李伟彻底呆坐在地上，薛美如想拉他起来，却被一把推倒在地。都是你这个女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薛美如委屈极了，怯懦地解释他也没跟我们说呀。我打断他，我说了，是你不信的，你还说我是骗子，还说我说大话。薛美如妆都哭花了，老公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他以前就是个穷鬼。谁知道，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，他立刻止住了话头。李伟已经崩溃了，他在天成熬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年薪将近1000万，没了这份工作，他去到新地方就要从头再来了。毕竟那些大公司都不会愿意要一个突然空降的高管。他扬起手，还想打薛美如，被孙然一把挡住。打女人的算什么男人？薛美如躲到了他身后，俨然已经把他当成了救世主。李伟又不傻，看出了一些门道。你们2个什么关系？他很不客气地扒拉了孙然一把。我跟我老婆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孙然挺起胸膛，你打美如就关我的事。看着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可李伟你还不知道哈，他们俩在高中的时候是一对儿。李伟脸色刷得变了，我还嫌不够，加了把火后，薛美如头上的皇冠就是他买的，红宝石，价值连城。李伟眼底猩红，愤恨地朝孙然打去。孙然只不过是有点钱的草包富二代，和李伟这种草根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很快就被李伟打得趴在了地上。薛美如此刻已经不知道该顾哪头好了，只一个劲儿的哭。我真是瞎了眼找了你，婚礼不办了，咱俩黄了。李伟撂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只剩下薛美如一个人原地痛哭不止。周围那些刚刚还跟他关系亲密的人，此刻也都不敢出声，尤其是冯慧，他已经吓得缩到角落里去了。孙然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慢慢走上前去，扶起了薛美如。美如，没关系，我娶你。好家伙，孙然还真是个情种，都被打成乌眼青了，还这么痴情。程浩，
就算你是天成总裁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孙氏集团不怕你。”他撂了句狠话，搂着不停哭泣的薛美如离开了。其余的人见主角都走了，也都贴着墙躲着我，纷纷离开。化妆间安静了下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并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。朱元璋就算登基成为了皇上，仍旧改变不了他当过乞丐的事实。我即便当上了总裁，可以前发生种种我始终无法忘记，但是现在的我今非昔比，绝不是以前卑微怯懦的程浩了。谁欺负我，我就要反击回去。婚礼办不成了，我也回了公司。我先是让秘书查到了冯慧就职的公司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我笑了。这不是我的一个供货商吗？他们公司的业务有一半要靠天成撑着。我亲自打去了电话，其实没说什么，只说了冯慧这个人我不喜欢，他的老板如果懂事就知道该怎么做。经过这件事，孙然那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就算是为了薛美如出气，他也要跟我较量一下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高管就向我汇报，孙氏集团在抢我们天成的生意。孙氏虽然走了好几年的下坡路，但胜在根基比较稳。虽然现在市值不如天成，但也算是个对手。生意上的事，我不想跟个人私怨扯上关系，所以我决定从其他地方入手。我把老孙总请来喝茶，孙然他爸也要给我这个面子。孙总，现在外贸和内贸都不好做，我们新起来的公司还要仰仗您的。我的话让他爸很受用，寒暄了几句，我不着痕迹地提到了孙然和薛美如的事。其实我也是经过调查的，薛美如不过是个普通小职员，按照她的级别，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李伟，她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果然，老孙总听后皱起了眉头。孙总，您可以去调查，我和孙然还有薛美如都是老同学，薛美如那个要结婚的丈夫是我曾经的下属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老孙总也没什么调查的必要了。孙总，咱们既是同行，也是对手，从来生意好做是大家好做。孙然抢了我的客户，这说出去恐怕不太好听。您孙氏集团家大业大，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还是要谨慎一些的。老孙总走后，我惬意地喝了口咖啡。不是我想报复，实在是他们欺人太甚。从上学起不拿我当人看，如果婚礼上他们不是那样奚落我，我真的不打算抓住不放的。可是当我知道薛美如接近我实际上是因为打赌，她对我从来都没有过一丝喜欢时，我火热的心就凉了。曾经我把她当作光，现在那束光灭了，正好我也不需要她了。不知道老孙总回去对孙然说了什么，他不光没有收敛，反而更来劲了。本来我不想把生意牵扯进来，但眼下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正当我准备开个会的时候，秘书说有个叫冯慧的要见我。再次见到冯慧，她没了在化妆间那天的尖酸刻薄，反而卑微到了尘埃里，一如当年的我。程总，求您放过我吧，我现在不光没了工作，老板还在业内直接封杀了我。我现在面试没有一家要我，可我又不会别的，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。我冷眼看着他哭哭啼啼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当初你们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始终忍气吞声，你们还把你们用过的卫生巾往我身上扔，这些你忘了？冯慧止住了哭泣，拼命摇头。不是的，这是薛美如的主意。她说你越惨，她的出现才会更让你感激。都是她，只有这样，她才显得更伟大。我心里一震，原来那不光是赌注，也不光是老师的安排。
全都是他自导自演的，为的就是让我这个乡巴佬对他感恩戴德，对他念念不忘。想到这，我有了主意，我能放你一马，但你要帮我做件事。冯慧连问都没问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看看他们看似那么好的关系，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不是。孙然和薛美如在一起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，这件事让他搞得非常高调，对外宣称他和薛美如是青梅竹马。在我的提醒下，老孙总开始制约他的零花钱，并且不再让他参加公司重要会议。冯慧的作用就是不断地在薛美如耳边吹风，薛美如也不过是个金钱至上的人，不然他也不可能跟其貌不扬的李伟结婚。听了冯慧的话，他开始不断地让孙然给他买各种奢侈品珠宝，甚至怂恿孙然要坐稳孙氏集团的位子。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少奶奶这个头衔满足不了他，他还想当总裁夫人。我没想到孙然竟然是个恋爱脑。从冯慧的汇报来看，他对薛美如几乎是有求必应。在这个败家子儿一门心思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对孙氏集团发起了总攻。抢生意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做不出来，我找了所有的设计师开会，做出了当季的最新款。孙氏走下坡路的原因是，他们想靠着多年前的几种款式吃一辈子，一直都没有推陈出新。目前大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们停滞不前了，可偏偏这时候，年轻的邵总忙着谈恋爱，给了我钻空子的机会，直接把孙氏压得走投无路。老孙总不得已找到了我谈合作，但是跟这种自命不凡的家族实体经济，我真没什么可合作的。这个时候，孙然总算内过闷来，回到孙氏想重整旗鼓，可他们已经没有市场了。当年他找人把我堵厕所，这次又在薛美如的婚礼上奚落我、讽刺我。对他，我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，新仇旧恨一起报。程浩，你丫实在太阴险了！孙氏的股价跌得没眼看。孙然闯入了我的办公室。孙大少，商场就是战场，你忙着泡妞，自然顾不上。孙氏赚不到钱，难道还不让别人赚钱了？孙然举起拳头想打我，被我轻松躲过。薛美如家是工薪阶层，祖宗八代都没有富豪，他也不过是个小白领。你难道就没想过他是怎么搭上李伟这个年薪千万的高管的？孙然的怒气还在脸上，听到我的话愣了一瞬。你什么意思？虽然我很不想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但想要离间他们两个，光一个冯慧还不够。字面意思，孙大少流连花丛多年，什么样的女人你不是一眼就能看透吗？孙然果然平静了下来，和我一样，薛美如同样也是他的白月光。当时年少轻狂，他不见得有多喜欢他，只不过是为了弥补少年时的遗憾罢了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我心情格外舒畅，因为我知道不久后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。孙氏破产清算是在我意料之中的，就算没有我推波助澜，他也不会存活多久了。冯慧来了电话，程总，孙然和薛美如闹掰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没想到事情比我预想要来得快。过了几天，薛美如来到天成找我。我知道，像她这样的女人，自视甚高，而且凭借我年少时的喜欢，她有信心拿捏我。程浩，薛美如坐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如果不是我早就知道她是什么人，我真的会被她的外表骗了。孙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而且现在孙家破产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他一边说着，秘书给我发来信息，说孙然已经在楼下了。我拿出纸巾递给他，
薛美如的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惊喜。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她哀怨地看了我一眼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也的的确确帮过你啊，咱们是老同学，而且你对我也不是没有感情，对不对？程浩，咱们俩能重归于好吗？我淡漠不语。他有些紧张地说，是不是因为孙然？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对我也不好，事到如今我才开始后悔，都怪我以前不懂事，现在才知道只有你对我才是真心的。我心里一阵恶寒，这个女人真是了不得。现在孙氏破产，孙然富二代的身份没了，他的摇钱树也没了，有我这么个大冤种在这，薛美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我在心里嘲笑自己，程浩啊程浩，这就是你喜欢了多年的女孩子。以前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她，现在只要2个字就够，贱人。薛美如见我无动于衷，干脆开始用美人计。她慢慢贴近我，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手也握住了我的手。程浩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我永远也不要和你分开。我忍着强烈的不适，没有推开他，只盼望孙然能尽快出现。在我快要挺不住吐出来的时候，孙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。薛美如，你这个婊子，老子就算破产也比你有钱，你勾引别人不算，还跑来勾引程浩。他一把拽起薛美如，一个巴掌扇过去，把她扇得原地转了个圈儿。薛美如的脸立刻肿了起来。孙然这一巴掌可比当初李伟要用力得多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是骗子，大骗子！他从包包里翻出一堆首饰盒子，扔在孙然脚下。孙然，这些不都是高奢吗？不都是名牌吗？为什么我拿去卖？人家二手店的人说是假的，富二代买假货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。孙然也不甘示弱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天天买，我有多少钱够你花的？再说了，你这种烂货，给你买高仿，就算是瞧得起你。孙然把一大摞照片扔到了薛美如身上。自从我上次提醒他之后，他果然开始留意。薛美如不过就是个拜金女，一边装清高当女神，一边傍大款当小三。好好看看你做的丑事，你也配跟我在一起？一个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的烂货。他们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对方的老底儿都揭了。我强忍住笑意，这种看狗咬狗的感觉简直太爽了。薛美如慌乱地捡起照片，还不忘跟我解释，程浩你别听他的，这些照片都是假的，是合成的。现在我的肩膀上还有薛美如身上的香水味，让我鼻子一阵难受。我脱掉外套扔进了垃圾桶，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在乎。薛美如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在一起？我走近他，看着这张明明熟悉却又分外陌生的脸，你不配。冯慧把什么都告诉我了。薛美如瞳孔一缩，脸色惨白。所有的主意都是你出的，对吧？往我身上扔卫生巾，往我桌子里塞各种过期的食物，还有让大家伙都叫我乡巴佬、穷鬼，全都是你的主意。薛美如拼命地摇头，不是，冯慧瞎说的，他要害我。你如果没有过这些心思，他害得了你吗？他为什么不说，别人偏偏说你呢？我按铃叫来了保安。孙然、薛美如，你们俩是一丘之貉，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孙然还想说些什么，因为现在能让孙氏东山再起的只有我，可我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如果你不想我把你们集团这些年的烂账公之于众，你就尽情在我面前晃悠。我的话让孙然彻底闭上了嘴。他们这种家族企业里边有很多亲戚
担任重要职位，账目不清是最正常不过的了。收拾完他们，冯慧找上了门，可却被秘书拦在外面进不来。我跟他本来就没什么交情，就算当年他是被怂恿的，但他也绝对不无辜。他的事情办完了，我自然没必要再见他。电话不停地响，我接起，冯慧在那边崩溃大叫：程浩，你不是说放我一马吗？为什么我还是到处找不到工作？我把电话远离了耳朵，这刺耳的声音听着真难受。我是答应放过你，所以我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啊，是你老板不放过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说完我挂断了电话。冯慧的老板想要继续跟我合作，当然会把我当初交代的事情贯彻到底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冯慧今后在业内是绝对找不到任何工作的，没了那些聒噪的人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虽然我现在才30岁，但我已经早早立好了遗嘱，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和红十字会。程浩，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这里确实不好找。你是怎么来的？严奈心到底是被伤过，我对所有异性都做不到亲近。我还资助了几个贫困生，基本都是单亲家庭，有的甚至没爹也没妈。我去山区看过，从他们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当年我就是那样怯懦又自卑地看着身边往来的人，眼神飘忽，不敢直视任何人。他们其中有男有女，都是些可怜的孩子。我不求将来他们会报答我，只求他们不要像我一样，因为苦中的一点甜就丢失了自我。那个甜可以是蜜糖，也可以是砒霜。后来我没有跟任何一个高中同学再见过面，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任何人的任何消息。我站在高楼俯瞰地面上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10多年前，我也曾站在这样的高楼上往下看，那时我已经没了活下去的欲望。程浩，有人在叫我，坚强点儿，加油。那个女孩笑容甜美，声音像黄鹂一样清脆，言犹在耳。只是那个女孩却不在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